俗话说得好，高手在民间，绝活出草莽。渔民用搅烂的鸡蛋和浸泡过猪血的鸡胸肉作为诱饵，钓鱼的效果确实无往不利。今天小帅跟好基友帽子哥来到一处钓鱼的秘密基地，带上10个鸡蛋和4只无头大肥鸡，现场来一次特制钓鱼饵料大公开。小帅首先把4只大肥鸡去掉鸡胸肉留作备用，接着用气势磅礴如万马奔腾的精湛刀法，将鸡骨头剁得稀巴烂放进网兜。为了网兜能更好地沉在河底，必须放进2块小石头作为锚坠，以此来固定好下沉位置，捆扎好网兜便一气而成。然后毫不吝啬地敲开10个新鲜出炉的自家鸡蛋到桶里，连同鸡蛋壳一起捏碎搅烂，接着到河边加上些许河水稀释一下，尽数抛下远处河中作为河中鱼儿的开胃菜。看来小帅这次钓鱼真是下了血本呀！刚才被留下来的鸡胸肉则作为真正的钓鱼饵料。小帅用并周产的锋利剪刀，将鸡胸肉一一剪开，丢进放满猪血的胶桶里，使劲搅拌，让鸡肉能够充分吸收猪血的腥味。因为食肉性的鱼儿最喜欢闻腥而来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拿出可以钓40斤大鱼的20号顶级大钓钩，挂上一块块带着血淋淋的鸡肉。看着小帅钩鱼饵的熟练手法，就知道是一个野钓高手。既然已经挂好鱼饵，那就先来几发抛竿试试水，看看效果如何。怎料第2根鱼竿刚抛出没多久，第1竿就有鱼儿咬钩。小帅连忙拿起鱼竿，刚柔并进地收放鱼线，而旁边的同伴也是机智过人，立马抄起网兜严阵以待。听着鱼线轮发出一阵阵勒紧裤腰带的声音，以及鱼竿被掰扯到弯曲的程度，这条贪吃的鱼儿，它的重量似乎并不小。随着双方斗智斗勇斗耐力的过程中，同伴赶紧放下抄网，收起旁边的抛竿，以免鱼线纠缠一起，让猎物有机可乘逃之夭夭。像这种野生鱼儿，它的耐力确实惊人。小帅很快就从左边的钓鱼台溜到了右边钓鱼台，此时鱼儿才隐隐约约露出赤裸裸的光溜身影。旁边的好基友机敏过人，恭候多时的抄网一记下去，一条5斤重的大鱼尽收网中。这是一条乌鲤，属于鲤科鱼类，有很多地方也叫它们黑鱼、乌鱼等。乌鲤是底栖肉食凶猛性的鱼类，平时喜欢生活在沿岸泥底水草丛生的浅水区，潜伏在水草中等待时机追捕食物。它们头长吻短圆钝，口大牙尖细小，最大重量可达10斤。野生的乌鲤鱼肉细嫩厚实，吃起来弹牙鲜美。不过早在2007年12月12日，被我国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。同伴也不忘将乌鲤拿起来在镜头前炫耀一番。看来今天的开门红确实不错，有了好的开始，当然要再接再厉抛出鱼线。而刚才用鸡蛋与鸡骨头打窝的效果非常显著，随便抛出鱼线，附近的大鱼瞬间惊慌失色，在河面上激起一圈圈涟漪。2人抛竿的姿势驾轻就熟，不到一会功夫，4根抛竿便整齐有序的一字排开。怎料屁股都还没有放热，第4根抛竿便有了动静。在猎物上钩的一瞬间，鱼线轮的鱼线不停地往外放线。此时同伴立马上前想拉起鱼竿，可是被小帅阻止了，示意他要再等一等。同伙才不管那么多，煮熟的鸭子都飞到嘴边了。此时不拉竿收钩更待何时？看这架势，又是一条硕大肥美的鱼儿。同伙在奋力享受拉鱼收钩快感之时，小帅也没有闲着，捡起抄网严阵以待。年轻气盛的同伙很快便把第2条乌鲤拉到岸边，根本不让乌鲤有喘气逃脱的机会。可怜的乌鲤也只能连翻带滚地进入抄网当中。而就在此时，小帅根本顾不上老婆打来的夺命追魂 call， 拿起另一根鱼竿奋力收线，左手快速转动鱼线轮，右手则牢牢握着鱼竿。第3条乌鲤就这样被无情地拉了上岸。万般无奈的乌鲤也只能赤裸裸地躺在草地上，任由好鱼之徒随意摆弄。这时乌鲤哥才知道自己暗恋已久的隔壁村花大漂亮，噤若寒蝉地躺在草地上平生怜惜。看来这次可以做一对神仙眷侣一同归西了。已经收获了3条乌鲤的小帅，似乎并没有打道回府的想法，继续抛竿色诱河中贪吃之鱼。河面稍微平静了一会之后，左边的鱼竿又开始躁动起来，不安分的鱼线不停地往外延伸。而旁边的小帅早已用色眯眯的双眼紧盯着抛竿，快步上前，瞅准时机抽竿拉线。
一套行云流水的钓鱼操作，使得上钩鱼儿无所遁形。猎物为了尊重自己短暂的一生，只能尽最大努力垂死挣扎一番，以证明自己曾几何时来过了这个险恶的人类世界，真是可悲又可恨。不过这是小帅目前见过最会装死的一条乌鲤鱼，时而躁动奋力反抗，时而装死卖活耍死鱼，两者的互动十分有趣，真是万里晴空湖光漾，心清气爽钓鱼郎。波光晃动鱼儿跃，不食鱼饵真口粮，咬定佳肴心内悦，贪食命丧钓饵香。最终童话般的奇迹并没有发生在这条乌鲤鱼身上，依然成为了大漂亮他们前往天堂之路的结伴者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小帅他们钓鱼的热情仍然高涨不减，4根抛竿的摆放依然有序一字排开，最左边的抛竿好像施了魔法一样，连连中鱼。帽子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上前拉竿收线，钓鱼表情与动作配合的相当完美，又是一条硕大肥美的乌鲤鱼。即便被抄网捞了起来，这条乌鲤鱼仍然奋力反抗，企图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帽子哥得意洋洋举起猎物时的表情，与愁眉苦脸的乌鲤鱼形成两个极端的对比。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，适者生存，勇者胜。大漂亮又迎来了一位同道中鱼，这回有那么多帅哥同赴黄泉，大漂亮真的可以说死而无憾了。有时候我们就像河里的鱼儿，想说的话有很多，只不过一旦开口便化成了一串串泡泡。尽管你歇斯底里的狂嚎乱叫，到最后都是默默地留在自己心里，谁也不打搅谁。渔人不懂鱼儿痛，鱼儿不明渔人想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加关注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